3年生的三角枫水仙出来了，这种树生长快，玩小盆景，在这个时候可以把主干裁短，进行下一级的过渡培育。三角枫是不出不定芽的，裁剪三角枫一定要留好芽点，主干的过渡部分按粗度变化尽量缩短。培育这种直立大接口的树桩，要设想成型后的高度，大约要做几次蓄养过渡。枝干扭曲的长度合适，有过渡才会形成流线型的树桩骨架，否则只会是一门大炮，很难成型。这个桩也裁短，用一棵小三角枫靠上去，形成主干的过渡。两树合栽，至少要省去一半的培育时间。靠结过渡，老铁们，你觉得这个方法是否靠谱？接下来往后看，靠结过渡要找准契合点，愈合后才会形成整个树桩流畅的线条。开槽处理，槽的宽度比靠接上去的树要小，两树结合紧密，愈合才有可能形成。三角枫的愈合能力极强，像这种截面，树桩重合后要不了几个月就会完全形成愈合。小树的靠接点要选择好芽点，出芽点离靠接口大约2至3公分，这样可使芽间距缩小，在造型中对粗枝培育的选择性更大。玩好三角枫，关键在缩短芽间距，枝节过长，即使靠接成功，也没有多大的意义。主干定好型，把树根也要裁剪到位。裁剪树根与裁枝干是一个道理，不要只从上盆方面考虑，树根有过渡，才有可能形成漂亮的根盘。从重活的角度看，粗的树根几乎没有吸收能力，把树根留长留短，只有新长出来的须根，树桩才会成活。直立的主根，不管什么树都不要留。像这种树根，培育的方向是8番抽根，像这个抽根留2至3公分，再对下一级树根进行培育。8番抽根最大的特点，呈棱状均匀分布。树根的截面平整，生根和愈合才会加快。这些三角枫都是从芽前苗开始培育的，有很多不同的根型，不同的树根，不同的造型，不同的修剪方法。这个三角枫是个托根，按照树根的形态，比较适合做一个斜杠式造型。裁断之后也是个大接口。同样靠接一个小树，从这个方向养出一个大飘枝，这里做接顶，这样成型就比较快。开槽的深度是小树粗度的3分之2。靠接之后，两树真正形成愈合的部位在这里，皮层靠接要紧密。树根按照斜杠式造型剪出长短，要让树桩在盆中立得稳。裸露在外的树根最好是把它剪短。发出多条侧根，根呈扇形分布，才会有脚踏实地的感觉。两树靠接一定要压紧。完全木质化的小树可以削掉两侧的皮层，把树挤压进去，一次性压入。两树的愈合面要完全吻合，像这个截面，主要是靠两树以后愈合扩张，把接口包裹，这样就形成了自然的过渡面。两树愈合面完全吻合，对它用点外力，
像这样就接触紧密了。抹上愈合剂，用胶带缠好，阻止树桩的水分蒸发。这一步是整个烤漆成功的关键。整个操作完成了，2束合一，再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们蒸活，放养2年，把过渡的枝干粗度养出来。像这种桩怎么去养，出芽后怎样操作，在下期视频我们接着聊。我是山泉浓茶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